在開始之前呢，請大家先幫我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目前使用的 AI， 如果是付費版的話，你是選擇 Gemini 還是 ChatGPT 呢？今天呢，我們沒有要講教學，今天就要來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最近呢，把我主力在使用的 ChatGPT 的部分，慢慢的全部轉移到 Gemini 上面去了。那我今天來分享5個理由，為什麼我要從 ChatGPT 轉移到 Gemini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湯湯。今天我們就要來分享的就是呢，我最近為什麼會把 ChatGPT 這個主力幾乎都轉移到 Gemini 上面去。好，那今天我們會針對5個理由來跟大家做分享。首先，第一個理由大家應該也蠻清楚的，像是 ChatGPT 呢，在生成圖片的時候，免費版的部分呢，每天的限制大約是3到5張左右。那付費版呢，即便你升級到 Plus， 也沒有到無限制哦。認真來說是無限制沒有錯，不過呢 ChatGPT 呢是用時間的部分來做間隔，比如說你每3個小時裡面你只能生成50張，但是呢如果你以24小時來算的話，你整天一直不間斷的去生成的話，大約極限是生成是400張左右。不過這個呢還要看實際情況了，一般來說一整天呢你生成的極限大約就是在200張左右，而且呢 ChatGPT 生成图片的速度真的是有夠慢的。那 Gemini 的部分呢，免費圖片生成，像目前可以使用 Nano Banana Pro 这個模型，光是免費賬號一天呢就提供你生成100張圖片，而付費賬號 AI Pro 部分呢就可以生成1000張的圖片。重點是生成圖片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，而且品質非常的好。再來第二個理由呢，就是 Deep Research， 在 Gemini 裡面呢，我們把它稱作是深入研究。這個功能呢是我非常常使用到的一個功能。那在 ChatGPT 裡面呢，免費賬號每個月哦，只有提供你5次的這個額度，即便你升級到 Plus 的版本，每個月也只有25次的這個額度，記住是每個月哦。那至於 Gemini 的部分呢，光是免費賬號每天就可以使用5次，那如果是付費賬號以 AI Pro 來說的話呢，每天可以使用20次，是每天哦。我們剛剛提到 ChatGPT 是每個月，那如果是 AI Ultra 的部分呢，每天可以使用到200次。所以呢，光是 Deep Research 的這個使用次數呢，就真的是差異非常的大。我之前呢，在使用 ChatGPT 的時候呢，大概就是節省的使用了。但是現在使用 Gemini 的時候，我想查什麼，動不動就開始深入研究起來。第3個理由呢，主要就是雲端空間的部分，大家應該都知道。以 Google 來說，如果你是付費訂閱 AI Pro 方案的話，就額外2TB 的這個雲端空間可以使用，其實非常非常的划算。但是 ChatGPT 呢，就是沒有額外的其他的服務。接下來第4個理由，不得不說呢 ，Gemini 呢本來就是 Google 自家的服務，在結合 Google 生態這件事情上呢 ，Gemini 呢真的是做得比 ChatGPT 好太多了。像以 ChatGPT 來說呢，雖然裡面也支援了去連接像 Gmail 或是 Google 雲端硬碟，但是你每次要呼喚 AI 去幫你搜尋裡面的相關資料或是比對的時候呢，速度跟效率真的是非常的差，但是呢，在 Gemini 裡面使用這種連結的功能的時候呢，這個速度或者效率就好很多了。在深度結合來說的話，畢竟自家 Google 生態真的是結合的比較好。最後一個，第5個我想要更換的理由呢，主要就是用在寫程式這個事情上。好，目前呢，以 AI 寫程式這件事情上呢，其實我覺得呢，如果你沒有寫到很複雜的系統，都是一些簡單的程式工具的話，不論你用哪一個 AI， 應該都可以蠻輕鬆的幫你完成。但是呢，有一個很大的差別是，這個做出來工具的這個視覺排版的感覺呢，目前呢，如果是用 Gemini 來做的話呢，我覺得它的排版能力真的蠻強的，視覺美化上比起 ChatGPT 是好非常非常多的。但是如果你以寫程式的能力來說的話呢， ChatGPT 呢是比 Gemini 好一點的，但這個差異呢，我覺得沒有到說什麼到很大啦，頂多差一個10% 或是20% 這種感覺。畢竟呢，我目前主力用在寫程式 coding 的話呢，我是用 Cloud 的這個 AI 服務，但是視覺的美化上呢，我就會交給 Gemini 來做，會差異很多哦。上面這5個理由呢，就是我個人呢會想要從 ChatGPT 轉向 Gemini 的理由。但不得不說呢，還是有一點小可惜的地方，比如說呢，像 Gemini 呢，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像有 ChatGPT 這種有專案分類的功能。這個專案呢，除了可以內建指令在裡面來使用之外，你單純用來做對話記錄的分類也是非常好用的，但是 Gemini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沒有推出，這一點真的是蠻可惜的。第2點小可惜的部分呢，雖然 Gemini 裡面的 Veo 3.1 的影片生成模型呢非常的厲害，但我覺得用 Sora 2這個模型來生成影片
還是比較好玩一點。我覺得呢，最主要的2個小可惜的地方就在這裡啦，不然大致上呢，我覺得目前我從 ChatGPT 轉向 Gemini 各項的體驗呢，我覺得都比起之前在使用 ChatGPT 呢是來得更好的。不曉得呢，大家目前呢都会想要選擇哪一個模型呢？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。今天影片我們就分享到這邊咯。如果喜歡今天影片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還有開小鈴鐺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關教學的話，別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。我是阿湯，下次見，拜拜。